我还记得拍这场戏的时候，对不对？我笑到好，我漏尿嘞。自己可以看到啊，哇，那个颜色，你都慢慢这样散开来了，你知道吗？我从来不觉得我在成人杂志是主角，然后还被骂到万箭穿心。刚好就在这些风波的时候，我父亲过世。全听你说。4个系列，那个百家乐是很有名气又被认可的一个节目。那为什么你做完之后，你几乎就在主持界销声匿迹？也不算是销声匿迹啦，因为当了那么多年的主持人啊，终于得到了一个奖项的一个肯定。我从来没有想说，我入行是因为要当主持人，我入行是因为我喜欢演戏。我小时候就是已经深深的爱上了演戏，后来就那么巧的有这个机会啊，去拍《小小传奇》，在拍《小小传奇》阿满的这个角色，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角色。你那时候为了那个戏暴瘦啊，是，好可怕。我为了那部戏啊，3个月之前，我每天早上啊4点钟起身，就在部落水池那边，开始是跑1圈，后来是跑2圈。每一天啊，我吃的东西啊是少之又少，还要剃光头。你知道啦，我对37哈是情有独钟的 ，you know。你要把我这个 helmet 给拿下来哈，对我来说哈是一个 you know 高度的一个伤害。我可以演到那个角色啊，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因为你那一部戏也入围了最佳男主角，而且呼声相当高，真的每个人都看好。结果那一届是被谁拿走了？铁碰方展发。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看好你，他们也让我有那个勇气去希望、去妄想。结果没有得到很这样的不是我，我 control， 你有 control 吗？我 control， 我巴不得那时候眼泪就掉下来了。真的啊？对啊，因为可以拍《小小传奇》，可以再次的拍戏，而且是 Media Cup 的戏，那对我很重要，因为仿佛我好像回到了我童年的时代。对，几年后的今年，你拿到了最佳男配角这个奖项，终于得到红星大奖2021最佳男配角奖，王陆江。陆江在我的女侠罗明英中成功夺下第1座最佳男配角的奖项，恭喜！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宝藏？我可等到你了呀！谢谢大家，谢谢啊。其实你在戏剧啊，一直有很精彩的作品。陆江在中国有很庞大的影迷。那个时候你在中国留下了几部作品啊？我第一次过去的时候，我是拍《倩女幽魂》里面的一个角色，《聊斋》的2、3部，然后《仙剑奇侠传》。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讲，你在横店的时候日子是多快乐。那时候是超快乐，非笔墨能形容。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我第一次啊，真正觉得我是一个艺人，你知道吗？你每一天啊，只要注意的一样东西呢，就是演戏。你不用跑去买东西，你不用搞这些要还水电费还是电话费，买马票，你就整天啊，就是全神贯注的。早上一起身，你就是一直在拍戏。要不然呢，回到房间的时候呢，打开剧本呢，就是在看明天该拍的东西。然后你们那边旁边都是演戏的人，就大家都活在那个古装。是，那我跟你讲，横店那边太好玩了。同时间有很多不同的剧组，他们有很多豪宅嘛。我记得有个最神奇的，就是我在拍那场戏，拍到一半的时候哦，突然间我听到一把声音哦，很熟悉的啊，我就很紧张了，我就很 hyper 了，然后我就赶快拍了那场戏啊。他们都有那个墙嘛，然后那墙是蛮矮的嘛，我就真的拿一个苹果箱放在那边，我这样爬过去看，你知道吗？谁？吕良伟。你都跟胡歌在拍戏了，你啊？可是你要知道，以为小时候就是每次看那些港剧啊，还是什么，然后吕良伟在那边拍古装嘞，我竟然跟他同一个地方，只是隔一个墙壁，他在拍他的古装。我在拍我的古装 ，Oh my God， 我是一个演员。因为在新加坡，你不会真的那么感觉到，你知道吗？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讲，你拍古装的时候，你开心到头套不要拔掉。我第一天去做造型的时候，然后我做了个造型师后，我就在那个化妆间，然后去给他们拍照，拍完了之后哦，他就说我老师可以卸妆了。我说好等一下，我房间有一样东西，我得去拿一下，我待会儿下来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我上去2个小时不肯下来。
哇，我 set 那个 camera 哈，automatic timer 来，我在那边一直 pose， 一直拍摄，一直照镜子，哦，美，很好看，哎呦，很好看，哎，我是开心到不行，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会想拍戏？因为小时候看那些古装片，看那个里头的角色飞天遁地哈，哇，每次看到他们的衣服哈，这样子飘，长发飘逸，然后从这棵树哦飞到那边哦，从这个屋顶飞到那边哦，我的心里面一直在想，如果我可以活到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那可以有多好啊！所以你在横店就是完成你的梦想了，你活在梦幻世界里。可以说是我的整个演艺圈的一个亮点。我最开心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那边。不过那个呢，也是我最伤心的一个。为什么？我记得我们拍哪一场戏，就是阿七跟胡歌跟大家全部在一个酒楼里吟诗作乐，非常开心的一场戏。我突然间接到一通电话 ，Brian，media work is gone。哦，真的就在那时候啊。我坐在那边哈，而且那时候是冬天，冷冷的，我连那个羽绒服也不穿，我就傻傻的坐在那边，然后周围的人每个都在笑，我一个人拿着手机，在那边泪水就这样子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突然间我问我自己嘞，我现在我在这里，我代表谁呀？哦呀！你们全部人都在 MediaWorks 的 studio 里面呢，你们群体的在那边哭嘞。我一个人呢，单枪匹马，我连 AP 什么经理人我完全没有嘞，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想你的事业会不会在中国继续腾飞？会的哦。来，天时地利人和。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时候再往中国好好的去发展一下吗？为什么？我怎么放得下我妈妈跟我姐姐啊？她完全不在我的考量，我不敢有这样奢侈的一个想法。你上一次回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街景？有拍那个罗明义的时候，我们就去了那个《清明山河图》的其中的一个豪宅，就是在这个走廊，我跟胡歌的那场戏，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小名是阿七。那时候我真的是鸡皮疙瘩，我马上拿起我的 camera， 我自己自拍。真是万万的没想到，多年之后，我可以回来这清明山河图，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当我第一次来横店拍《仙剑奇侠传》的这个宅院。很感触啊，有感触啊。是。接下来是我们谈到，就是 Brian Wong， 他还能自己写剧本，自己导了一部戏叫做《爱本》，而且当中还发掘了新人孙正，可以看一下那个剧本。对。哇，还有自己做那个拍摄的那个记录，是。这些都是你写的吗？对。谁教你的？当我在写那个剧本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我已经看到那场戏了。我已经知道我要从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我的哪里的 cut point 是哪里。这些都是你密密麻麻。你做演员的时候也有写这么多功课吗？没有。Oh my god， 你很努力哇！你用多久的时间写出来的这个剧本？5天。很 sad 啦，这个是悲哀的。我觉得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其实你看了就知道了，人家可以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最后是那个男的先死掉了，最后才是那个女的。In the end, they both die, you know。你可以想象中我的世界是有多么的黑暗。会不会是观众的那些留言吓到你，太伤你，让你要夹着尾巴小心的做人？是，我觉得现在的艺人每天醒来的时候，就是希望自己没有被 shoot。我们那个时候都算很好了，现在是网络无边无际的攻击你啊。对。所以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其实你是在刻意塑造一个人设？每个人都有多面的性格的，只是在适当的场合，那个你会出现。基本上，真实的你是一个很害羞的宅男，不是那种表面上的害羞，你知道吗？而是，比如说有求于人，如果不是工作，你叫我去搭讪一个人的话 ，no way。你要我去访问一个陌生人，你拿着 camera everything， yeah。就是说我们在荧幕前所呈现出来的人设，跟私底下真的很大的不一样。我真的是很怕人家看到我，所以每次我在外面的时候，我都是看地上，看地上走了，要不然那就假装在看手机。然后再来就是陆江还有另外一个才艺，就是我真的很佩服，因为他什么东西都是无师自通的。然后他会画画，弹钢琴也是无师自通。今天后面带出来这一幅画，
北极光，是。是因为你去看过是吗？不只是因为我去看过，重点是这幅画呢是在 CB 的时候画的。在 CB 的时候，然后我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鼓励大家、鼓舞大家、带一些欢乐、娱乐大众。然后我讲说啊，那我就画一幅画咯，每天的把它拍下来，让大家就是看了哦，今天我画的这些，第二天的进展又是怎么样，接下来的又是怎么样？怎么可能会无师自通？因为有可能是，it's my genes 吧。我的 uncle 哈，他们又有书法家又有画家，然后我的 auntie 他们几个哈都很会画画的。你小学没有上过正式的画图课？没有，这一幅画用多久的时间完成2个星期吧，我想。那钢琴呢？钢琴你后来越玩越好，进步的神速。你的钢琴是有小时候学过一下下？小时候有学过，为什么呢？那时候我就听过那个 Richard Clayderman 他弹的那些歌曲啊，就是后来就变成是在电梯里头听的啦，或者酒店里头听的那些 Richard Clayderman 的哈。然后我去学的时候哦，为什么那个老师一直叫我弹哆来咪哦，要不然他就是弹瑞丽的 Indian 呢？然后我就说 I don't want， 一直叫我弹哆来咪，那如了一直打我的手了，一直打，然后我就哦，我要弹一个古典的音乐，你叫我去弹 Laurie Reverse 的那个歌曲，我生气了。然后我妈妈他们没有放弃了，他就一个老师换到另外一个老师，俺丢的最后一个老师的时候我的那个老师就跟我妈妈讲了，你的儿子he's quite gifted， 他的耳朵很灵 ，you know，he can play by ear。你叫他看乐谱什么，他没有这个耐心。然后爸妈就受了他们人生的第一个挫折，他们放弃了。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了，好了，你不喜欢弹那些，对不对？啊，爸爸就唱这首歌给你听，帮爸爸弹，然后叫姐姐唱，我爸爸就唱了什么康定情歌啊。跑马溜溜的山上，然后我就自然会的，我就自然会的，你听得到那个旋律。然后因为当我听到那个主旋律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 chords 应该是配什么的。所以你真的是天才型的。我不是天才型，我觉得一定要有一定的兴趣在那边。最后你的那个钢琴在 COVID 的时候又突飞猛进。为什么我要来一个什么 Music of the Night？ 原因很简单。因为希望大家有一个东西做，给他们就是说 ，OK， 我度了一整天之后呢，晚上呢，我有这些音乐来安抚我。在那个时候，你发挥了艺人的一个效用就是为大众做一点事情了。是。然后陆江还有另外一个才艺，他的语言天分更加的厉害。我的语言天分为什么呢？因为你很会模仿。Oh no！ 你很会用各国不同的口音。Oh no！ 你要给我看什么？这是一段关于美食介绍 curry。 Oh my goodness！ 每个 sentence 都是 different 口音 ，it's a guide 啦，你可以掺杂自己的字句。你讲啦，第一个是什么 ？British subtle, not very spicy, which is generally signature of Hainan curry. 泰国 Chicken is tender, not overcooked. Bun is nice and fluffy. 法国呢？法国 Very subtle, not very spicy, which is generally a signature of the Hainan curry. 厉害！这个是天才吗？没有，因为每当你去到每个国家的时候，对不对？你接触他们的风土民情，然后你跟他们一直交谈嘛，对不对？我在观察，我在观察，然后我是那种我会忘本的。我去到英国的时候我就会跟我那边的朋友说 ，It's time to have some scones and tea and how's the queen today? Have you seen the doctor? 因为你出国的时候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吸收，然后你要去用他们的口音，还说我觉得很爽，很好玩。呀，厉害！你看他的才华。然后另外一个才艺美感，室内设计的美感。我只知道我喜欢美的事物，比如说出国的时候，对不对？我喜欢去一些可以让我看到一些设计理念的一些建筑物，因为再加上我念书的时候，就是我有学 woodwork 和 metalwork， 我真的可以用自己的手打造出一张椅子、桌子。所以在百家乐的时候，很多东西我都 DIY， 是因为我懂得怎么做，我不单单只会 screw 东西啦 ，ready made 的啦 ，I can make。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才艺，他是圈内出了名的厨男，就是很会煮，对吃也很有品鉴的能力。现在还有一道，这个是真心为你找来的，这个是人家刚刚到一半的时候，他临时再快点跑出去，就是为了陆江。为什么？这个东西在新加坡很难找到。
然后要热腾腾的给你，不是？看不出来，老婆看不出，你们看得出吗？就这样 brown 的咯。试看看吧。说很难找到。这个是排骨，然后这个是酸甜的，然后里头有梅子酱，不过它也有用了那个 lemongrass。你要我吃这个来干嘛？它的作用是什么？好笑了，制作组铺梗失败，他就是破梗大王了。他这个是海南菜，是啊叫做梅子排骨，啊，所以你是有一份情感的，是，你吃不出来吗？呃，差很多啊。酸甜的部分 OK， 只不过它的那个梅子哈有吃到有点太酸这样，所以这个是要怎么？你要讲我爸爸。哎呀，很感人的，你猜我的梗。I'm so sorry。可是你们要知道啊，一样很重要的那一点东西啊，我爸爸做的梅子排骨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个味道，取代不了的，取代不了的。所以你吃不出回忆，我吃不出回忆，反正我会吃出了一串笑话。是。Yeah， 有可能我爸爸煮的不是那个非常一般 normal 的梅子排骨，所以那个味道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味道。因为你这么会煮，是因为你以前跟爸爸常常下厨。是为什么我会煮呢？原因很简单，其实我在6岁的时候就自己拿那个冰冻的肉，自己拿刀自己切，然后呢你，这么小，给你拿刀，对呀、然后每个礼拜天呢，我们一家人呢就会去那个牛车水的那个 wet market， 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呢，他们就买菜了。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跟爸爸去厨房，我就做他的 sous chef 咯。你把爸爸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学会了。是那个姜丝要怎么切，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教我，甚至煮海南鸡饭呢，看他们每次砍那个鸡，到后来我自己就懂得怎么砍鸡。所以现在你还会煮给家人吃，对吗？会啊，常常煮。这个煮除了你爱煮以外，它有其他的用意吗？肯定。是什么？当有时候想爸爸的时候，就会煮爸爸的一些拿手好菜。用食物来想起。是，而且我会很 conscious 的，不时的都得煮，为什么？因为我怕我会忘记，忘记什么？我怕我会忘记我对我爸爸的记忆，因为我曾经记得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才所跟你说的，我跟爸爸，然后我们去牛车水买东西什么什么，我记得有这个事的发生，可是当我在我脑袋里头寻找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不记得爸爸长得什么样子，所以有时候记不得的时候，我会很慌，我就得煮他的拿手好菜，一定要让妈妈跟姐姐吃了，他们一定会说，这个就是爸爸的味道，这个就是爸爸的味道。那时候我才觉得我的心就会比较安一点。还在，对还在，就是它食物是连接你跟父亲的一个情感，是你怕它慢慢的模糊掉了。是，其实因为爸爸在你26岁那个时候是太突然的走掉，对因为心脏病。可是这么多年了，你已经把家里照顾得很好。 I try。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爸爸说，你最起码一个人扛下了整个家里。他知道，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跟他上香。到现在，对啊，我父亲的那个灵牌还在那边呢，所以我每天早上上香的时候，我都除了惯性的跟他讲说，保佑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啊，或者有时候工作上面有一些挫折不开心，就在前面就跟他讲话咯。所以爸爸变成是你一个倾诉的一个对象。你这么宅，是因为你一直觉得爸爸还是你唯一的那个朋友。因为我每次在想，尤其是年纪越大的时候嘛，好像现在对不对？我们有这个肉体嘛，对不对？我们有这个思维，我们有这个想法，对不对？如果说那个肉体不再放生了之后这个 consciousness 跑去哪里呢？一种能量，对不对？所以我就 OK， 我就要相信这个咯。他在第4空间，对，不同的空间你看另外的一个空间，然后就是象征性的对他的灵牌，我跟他说话咯。如果他听到的话，他就会出现哦。会的嘞，你知道怎么讲嘛？不，开车的时候，比如说那天红星大奖，对不对？我坐车不是去 airport，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车总共他的 IC number 的4个字就这样子开过来，我讲爸爸你来了。
哎呀，真的而且我发觉真的是这样子的。每次当我要做什么样的抉择，还是我伤心，还是我开心的时候跟他有关系的号码就会在我眼前闪过。你觉得这个有这寓意着他一直都还在？呀，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啊？我爸爸过世的不是第7日了，7日回魂，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厨房里面我们真的是摆了食物 and everything， 你知道吗？我妈妈在她的房间，我姐姐在她的房间，我在我的房间。我睡不着，因为我看时间，那个时候已经12点多了，要1点了。突然间，我听到开 drawer 的声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来我要起来，对不对？在我耳边，我听到我爸爸的声音跟我说：“江啊，不要去厨房，你一去厨房，爸爸就要走。”我的泪水就在那边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我一直听到的声音，大约 for about 10 minutes， 我就在床上面，我就叫爸爸，爸爸，爸爸，一边喊一边哭。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因为我的枕头都湿了，我自己都知道。然后我还跟我自己讲 ，OK， 睡觉了，睡觉了，不要去厨房。OK， 我哭着睡觉。I'm sure I'm not sleepy 我不是在做梦，而且他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而且就是在我耳边这样子说。我跟你讲，每次我一想到我就鸡皮疙瘩。Yeah，so I believe。Yeah，26岁的时候他不在了，可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一个人孤军作战。No， 我都觉得在不同的场合，他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出现，让我知道他挺着我。我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孝敬他，他就不在了。那个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是弥补不了，弥补不了的。所以我每次要跟父母还健在的人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孝顺你们的父母，然后好好的爱他们，因为他们不在了之后，你会很后悔你自己没有为他们做了任何的一样东西，还是你们自己做不够。你们会用你们接下来的日子每天的捶自己的心肝，真的，就好像我讲，已经捶了20多年了。可是那时候你还来不及长大。是，可是 that is not an excuse， 对不对？然后你一定会回想的，就是说我可以在念书的时候更加的孝敬他，我可以在服兵役的时候少跟我的 platoon mates 出去，放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待在家里 ？You know？ 那我怎么办？离乡背井，你就要抓紧机会。我访问很多人，每个人都这样讲，我很怕嘞。那现在你可以视频对不对？就算真的父母再不是，再无理取闹，你都觉得应该是。往往你失去了之后，对不对？你不会去记得那些不好的东西的，你会真的去淡忘那些东西，你会记得那些好的东西，而且你自己的不足。如果领悟到了的话，觉察到的话，觉得自己真的是做得不够的话，还有机会可以再做的话，你就做咯。哇，很好嘞，是主持人哭，而不是我哭。我们的撰稿都哭了，因为都想家人吧。因为尤其 COVID 的东西，你一离别就是，哎呀，因为我又开始想女儿，又想妈妈，一颗心要分2边。你知道，尤其 COVID 你知道你一分开。不是说见就见了，是他随时生命跟亲人就是一离别就是天涯海角，是。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这个是导演有礼物送给我的，这个是只有里面电视台有抓得到这些东西，记录你的成长的历史。我的天啊，蒲公英！这个是外面影迷找不到的 YouTube。网络世界哪里走不到？这是你一路走来你的童心所留下的倩影。I'm so freaking cute。就是五官精致非常机灵的。然后你们看他这边写的话：岁月静好，时光不老，我们都好，为岁月干杯吧！岁月如此美好。谢谢陆江，谢谢。都说了，全听你说嘛。我是故意输你，我刚刚是故意哭，要让你爽一下。我还是没有掉泪。现在全听你说是看谁先掉泪，谁先输。
别叫我们讲诗词，什么诗红豆，我们就开始。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我们的诗词只有这个红豆。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